没想到问灵招来的居然是金陵本人，江澄金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。江厌离与金子轩二人皆是神色肃然的紧盯画面。两人上前动手拆砖，魏无羡赤手刨下一大片土块，黑乎乎的泥土中间被他刨出了一张双目紧闭的人脸，正是失踪的金陵。见到还能喘气，江澄与江厌离夫妇才放下心来，随即又感到好笑，瞎紧张什么？如今金陵好好的在这呢。金陵全身一阵发寒，看着舅舅要生吃了他的模样，最后还是躲到了自己母亲的身后。随着魏无羡挖到的几具尸体，众人都跟着心惊，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灵犬狂吠，众人心知保外有异。聂怀桑看着灵犬口中叼着的那块布片，面上一片惨然。魏无羡道：“人没走远，追。”蓝忘机却道：“不必，我知是谁，我也知，可现在若是不抓现行，再想抓他就麻烦了。”蓝忘机道：“我追，你和金陵，我带他下行路岭。”魏无羡背着金陵径自下了行路岭，两人皆是一身泥土，狼狈不堪。待看到金陵腿上的恶阻痕时，众人心一提，范围如此广，又黑得如此浓郁的，实在非同小可。而金陵本人却懵懵的，显然不知道自己的身上曾经留下过这个。金子轩突然掀开金陵的外袍，拉起一截裤管，看到腿上一片光洁，丝毫没有恶阻痕的痕迹，这才松了口气。金陵对这一切始料不及，待反应过来，急忙理好衣服，脸色涨红的对金子轩喊道：“阿爹，你做什么呢？”金子轩悠悠然道：“没什么。”金陵脸红了一会儿，沉吟片刻，道：“我没事了。”画面里突然传来一阵咆哮，众人看着这救生二人拌嘴吵架的样子，乐不可支。金陵披头散发，贴着墙道：“我不是段秀。”魏无羡大喜道：“这么巧，我是。”哈哈哈哈！大小姐，你看你当时那样子，笑死我了！哈哈哈！蓝景怡笑得十分夸张，就差趴在地上滚上两遭了。蓝丝追在一边，又是好笑又是无奈道：“景怡，景怡，你收敛些。”转头又对金陵道：“阿玲，金宗主，景怡本性如此，你知道的，别生气。”金陵斜眼看着乐得要抽过去的蓝景怡，阴恻恻的开口：“蓝景怡，你怕不是要死？”江厌离看着他们笑闹，心底放下了一块大石头。虽从小不在身边，可他依他儿子这性子，还是不难猜出的，这孩子自小一定很孤独。现在看着他与同龄人之间的打闹，又觉得或许是他多心了。金子轩看着魏无羡这么恶劣的戏弄他儿子，是气得要死啊，恨不得把他从里边拉出来再打一架。怎么会有这么无聊的人，连自己外甥都戏弄？魏无羡道：“别，死一次就够痛苦了。行了行了，把剑放下。”蓝忘机面露痛色的紧蹙眉头。金陵三两步跨下楼，冲出客店。魏无羡追了好几条街，正要放弃之时，一个年轻男子愠怒的声音从前方长街尽头传来。江厌离对画面中那两个争吵的孩子颇为无奈，他就知道金陵如今这性子也离不开他弟弟的教导。金子轩倒是护子心切了，对江澄不满道：“我说你就不能对我儿子温柔点吗？”江澄讥讽一笑：“你看你儿子那德行，我疾言厉色他都敢顶嘴不服管教，温柔他怕是要窜天了。”金陵闻言瞪了他一眼：“舅舅。”江澄道：“怎么，我说的不对吗？”金陵斜眼瞥了他一眼，懒得理他。画面中，魏无羡被犬吠吓得一溜烟跑到众人面前，魏无羡转身欲跑，可如今的他哪里还是江澄的对手，被逮住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啊。那张永远都写满傲慢和嘲讽，满面阴霾的脸仿佛每一处都鲜明了起来，竟然难以判断到底是咬牙切齿，是恨入骨髓，还是欣喜若狂。江澄冷眼看着画面下赘述的这一段话，不禁冷哼一声。找一个人疯魔般的找了10几年，一次一次的找到，又一次一次的失望，期间不知放弃了多少次，又重新拾起了多少次。期待是他，又害怕是他，就这样跌跌撞撞找了10数载，在这一刻几乎确定是他了。这些年压抑的多种复杂情绪终于找到宣泄的出口，他如何能平静待之？江澄又道：“把你的狗借我用用。”这招倒是厉害，见狗能怂成那个德性的，恐怕也只有魏无羡了。画面中，魏无羡被狗惊的下意识喊出的名字，让一旁观看的蓝忘机原本阴郁的脸上竟显得明亮起来。
虽然这点变化在外人来看根本看不出什么，金陵却暗存，原来在那个时候，舅舅就已经知道了。当时自己还不知死活的放了魏无羡，如今想来，江城没打断他的腿，真是幸运。魏无羡平定心神，思索脱身之策。突然，金陵在外喊：“舅舅，我今天的确是遇到了很棘手的东西，我觉得遇见了温宁。”江城看着当初的金陵撒谎撒的那叫一个无比顺溜，且脸不红心不跳，魏无羡的表现又无比真实，自己傻愣愣的就信了，心里一阵窝火，恨不得冲过去给金陵2巴掌。江丰眠夫妇看着画面中的情形一阵不解，暗忖这二人闹成这般，许是跟这个温宁脱不了干系。而温宁听着江城这么恨自己，心中越发愧疚，头越来越低。温情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欲言又止，最终什么都没说。待江城带人出去追寻温宁时，金陵偷偷放了魏无羡，两人一阵狂奔，途中居然还有闲情去讨论一条狗的名字。江城听着魏无羡吐槽自己给狗取名字的时候，手有意无意地在紫垫上摩挲一阵。魏无羡扶着手踱上来：“年轻人，人这一辈子呢，有2句肉麻的话是非说不可的。”金陵道：“哪2句？”魏无羡道：“谢谢你和对不起。”金陵斥道：“我就不说，谁能拿我怎么样？”魏无羡道：“总有一天你会哭着说出来的。”薛洋脸上的笑意不复存在，转为肃凝，眼睛不自觉地落到了小星辰身上，深如幽潭，沉思不语。魏无羡道：“大梵山上我对你说过的那句话，对不起。”金陵浑身一阵不自在，哼道：“也没什么，你也不是第一个这样说的人。我的确是没娘养，但是我不会因为这样就比任何人差。反之，我要叫你们都睁大眼睛看清楚了，我比你们都强很多。”他做到了，他真的比任何人都强很多。金光瑶之后，金家可谓是臭名昭著，恶名远扬。尚是少年的他已经默默扛起了这个世家。虽然诸多困难磨得他心力交瘁，但是一步一步的他都走过来了。如今金家屹立不倒，同是4大家族之一的大世家。金子轩揽过自己儿子，又是热血沸腾，又是心酸怜惜，一时不知该说什么。半晌，一字一句，语气铿锵道：“儿子，做得好。”金陵很久没这么开心过了，看到母亲的眼泪，父亲的神情，那不曾有过的骄傲和满足溢满了整个胸腔。接着众人看到魏无羡一掌把金陵劈晕了过去，皆有些错愕，不知此举何意。直到看到魏无羡把金陵腿上的恶阻痕移到自己身上后，这才觉得魏无羡是真疼他这个外甥啊。金陵看着自己不知道的这一幕，体内涌起一股暖意。画面中的金陵在听到韩光君的名号时，吓得落荒而逃，一阵哄笑。蓝思追十分同情地拍了拍他的肩膀。书籍自动翻页，又是一页泛黄的画面。夷陵的冬春都很冷，这个孩子只穿着单衣薄裤，膝盖部位磨得破破烂烂，系着2只不一样也不合脚的鞋子。众人惊诧，画面转接的有些突兀，一时间人们都不知道这个孩子是谁。下一幅画面中出现了一个熟悉的人，正是年轻时的江丰眠。有聪明的已经猜出这个孩子是谁了。他埋头翻找果皮，江丰眠叫他还记得自己的名字里有个殷字，便抬起了头。这一抬头，2个面颊冻得又红又烈，却是一张笑脸。蓝忘机心口骤然一疼，薛洋也想起了自己小时候流浪街头的日子。江丰眠喂他吃了一块瓜，他就让江丰眠把他抱了回去。安静许久的欧阳子珍突然说话了：“原来魏前辈小时候这么可怜啊！”众人没了言语。金陵静静地看着画面中的舅舅小时候不乐意大哭大闹的样子，有点明白自己这性子遗传谁了。这么想着，金陵斜着眼瞥了自家舅舅一眼。他一直以为江城会站在他这边，而蓝忘机则会站在他的对立面，没想到事实却是完全颠倒过来的。此话一出，几人欢喜几人愁。魏无羡慢慢走到与蓝忘机约定的会合地点，众人发现了在魏无羡面前的韩光俊好像跟平常不太一样。韩光俊一直都是一副冷若冰霜不苟言笑的样子，可在魏无羡面前，整个人似乎都鲜活了起来。尤其在看到高贵自持的韩光俊单膝跪地去查看魏无羡的伤情时，众人更是受到了惊吓。待几句话过后，看到韩光俊竟然直接将魏无羡打横抱起，更是惊呆了。蓝忘机耳根发红，
江城一阵恶寒，几个小辈和江丰眠、江燕离夫妇一阵尴尬，蓝启仁一阵血气狂飙，脸上忽白忽紫。众人这才明白，果然是白菜先动的手啊。接着，众人又看到了最是知李明义的韩光俊直接用脚把门踹开了，悚然地感到魏无羡面前的韩光俊果然不一般。虽然现在众人知道了聂怀桑可谓是今时不同往日，可看到画面中那畏畏缩缩的人，心底还是忍不住嘲笑脓包废物。